叶晨的话让史蒂夫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他认真道：“先生，海伦娜是北欧女皇，她到访加拿大是相对严肃的政治事件，这种事情一般都是提前很久就定好了一切行程。她原定到访加拿大的日期是下周5，距离现在还有9天，怎么可能说提前就提前？”叶晨淡淡道：“这个你不用管，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。”史蒂夫想了想，开口道：“我父亲希望罗伊斯接触海伦娜，是前段时间的想法。他前些天也表过态，希望罗伊斯到时候能代表罗斯柴尔德家族到加拿大与海伦娜见一面，先建立联系，再看看有没有联姻的机会。如果按照之前的决定，海伦娜到加拿大，他应该会让罗伊斯赶过去。不过现在属于特殊情况，我也不确定他会不会改变主意。”叶晨道：“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改变主意。一方面，海伦娜前往加拿大，在他看来绝对是个孤立事件，与四方宝藏不可能有任何联系。而且，海伦娜改变行程又是突发，她临时要求罗伊斯前往加拿大，在他看来，只是少了一个寻找四方宝藏的人手，但绝对不会增加四方宝藏离开美国的风险，何乐而不为？”说着，叶晨又道：“况且现在你们罗斯柴尔德家族目前的舆论压力很大，内外丑闻接连曝光，一时半会又没有任何能够力挽狂澜的机会。若是能在其他方面转移一下民众的注意力，也肯定是个有益无害的选择。”史蒂夫无奈地说道：“说是这么说，可我们跟北欧皇室目前还没有什么对话，我们也不可能左右他来加拿大的时间。如果按照计划下周来的话，那您想借机跟罗伊斯一起去加拿大，也至少要多等上几天。对史蒂夫来说，他不希望叶晨和四方宝藏继续留在美国。四方宝藏就是个定时炸弹，只要他还在美国，并且不在自己手里，自己就时时刻刻受他威胁。而且自己现在犯在叶晨的手里，他一天不走，自己的生命安全就一直受到威胁。而且虽然自己可以肯定叶晨必然知道四方宝藏的具体下落，但自己也没那个能力虎口夺食，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，他都希望叶晨尽早带着四方宝藏离开美国。瑞士名表一折限时抢购，果断入手，简直太值了。三图图片，三图图片，三图图片，飞马手表商行广告。但是希望归希望，事实归事实，事实就是自己想让叶晨早点走，但也没办法让海伦娜早点来，更不希望叶晨留在这里等海伦娜来，因为那样的话，海伦娜没到加拿大的这9天时间里，自己和儿子就只能一直在叶晨手里沦为人质，始终有些风险。于是他一脸为难地对叶晨说道：“先生，您别看北欧皇室资产和实力都上不来台面，甚至资产还比不上硅谷一家中型科技企业，但人家政治资本足够啊。海伦娜虽然年轻，也毕竟是一国女皇，别说去加拿大，就算来美国这个世界 GDP 最高的国家，她也能享受到国家元首的待遇。所以就算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，也不可能对人家北欧女皇呼之即来，而且等上9天实在风险太大，要不我们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。”叶晨淡淡道：“这个不用你操心，我会让海伦娜尽快过来。”史蒂夫下意识地问：“您不是在开玩笑吧？”叶晨笑了笑，开口道：“史蒂夫，既然咱们打算合作，那我也不跟你藏着掖着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史蒂夫连连摇头：“不知道。”“您是？”叶晨。叶晨淡淡地说出自己的名字，而后又道：“你可能没听说过我，但我父亲的名字你应该听说过，他叫叶长英。”叶长英。史蒂夫惊呼一声，就是20年前那个让罗斯柴尔德家族都束手无策的叶长英。那您的母亲就是安家的安承熙了。叶晨点点头，没错，正是。史蒂夫倒吸一口冷气，脱口道：“怪不得叶家的短视频平台死活不愿意下架封禁我们的丑闻视频，原来您是叶长英的儿子。”说完，他下意识地问：“您是叶长英的儿子？来这里又是为了四方宝藏？那这么说来，
布鲁斯·韦恩斯坦主动爆料布鲁克林监狱和周彼得，还有马特与他老婆偷情的视频，也都是您的意思了。叶晨坦然道：没错，就是我的意思。史蒂夫惊骇不已地说道。叶先生果然非同一般，几套组合拳就让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焦头烂额，颇有您父亲当年的风范。叶晨淡然道：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这种马屁就不要尬拍了。说着，叶晨从自己的衬衣口袋里掏出自己的手机，一边在手机屏幕上随意点了几下，一边淡淡道：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从我进来的那一刻到现在，这部手机一直都在录像，我们聊过的一切都被他录下来了。史蒂夫表情瞬间又惊又怕，惶恐地说道：叶先生，您这是何必呢？您难道还信不过我吗？叶晨笑了笑道：我知道这里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核心成员，所以就想着录个视频记录一下。史蒂夫顿时颓废了不少，他没想到自己与叶晨达成合作的过程会被叶晨录下来，这样的话，自己就等于有了一个把柄攥在叶晨手里。一旦叶晨把四方宝状带出美国，在解除了自己危机的同时，也抓住了自己的死穴。万一他把视频曝光出来，让老父亲知道是自己放走了四方宝状，甚至是自己帮叶晨把四方宝状带出国，他肯定会把自己废掉。这样的话，自己岂不是要一直受制于叶晨？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叶晨其实一开始根本就没录像，他只是编个谎话吓唬史蒂夫，顺便在刚才掏手机的时候悄悄打开了录像。所以他故意对史蒂夫说道：不过你放心，既然大家决定合作，那我肯定不会无缘无故就出卖你，只要你帮我把四方宝状带出美国，你的继承人位置也就不会受到威胁，而我也肯定会替你保守这个秘密。虽说叶家当年与你们确实有些过节，但有了我们这次合作，咱们双方也算是有了一个破冰的机会。等将来你那个老爷子嘎了，你顺利当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族长，我们或许还有很多深度合作的可能。有句话说得好，朋友一生一起走，你虽然年纪大了点儿，但再活个30-50年肯定问题不大，将来大家好好相处，还能做30-50年朋友，对不对？史蒂夫哪知道叶晨正在录着视频，听他这么说，心里稍稍好受了一点。他很清楚，把柄既然在叶晨手里，那叶晨会不会曝光出去，完全取决于自己是否听话。现在自己的小命在他手里，未来自己的把柄也在他手里，看来这是注定逃不掉了。不过史蒂夫也不是傻子，他很快就弄清楚了这里面的利害关系。不跟叶晨合作，叶晨可能现在就会让汉克干掉自己和自己的儿子。反正汉克莫名其妙成了他的狗，而汉克杀人，他也不会承担任何责任，甚至可能都无人知晓。相比之下，跟叶晨合作，局面就明朗多了，起码命能保住吧。而且要是自己真能帮叶晨把四方宝状带走，那继承人的地位也算是保住了。保住继承人的地位，将来熬死老家伙，那自己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族长。这么多的好处，有点把柄在叶晨手里，又能算得了什么？更何况这把柄在叶晨手里，他也不是一直都好使，最好使的时间段是老爷子还没死的这段时间。自己作为皇储，处处要如履薄冰，一旦把柄曝光，皇储的位子不但没了，人也要被彻底打入冷宫。不过一旦老爷子死了，自己顺利继位，那这个把柄就只剩下道德层面的影响了。到那个时候，就算叶晨曝光，自己最多也就是丢丢脸，挨骂。可是家主之位已经坐实，被骂2句也无关痛痒。想通这一层，他便不再有任何犹豫，当即对叶晨表忠心道：叶先生您放心，拼出我这条老命去，我也要帮您把四方宝状带回华夏。叶晨心里蔫坏，故意问他：史蒂夫，我想知道，究竟是什么能够让你做出如此大义灭亲的举动？是正义？求生欲极强的史蒂夫毫不犹豫，正义凛然地说道：当然是我心中那千金不换的正义。叶先生，
我是有良知的人，四方宝藏本就是华夏国宝，被罗斯柴尔德从华夏掠回已近200年。我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份子，为此深感羞愧和不安。若是鄙人能在帮助四方宝藏回归华夏的事情上尽一点微薄之力，那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。不错不错，叶晨不禁赞叹道。史蒂夫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，你果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股清流。将来若是你能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族长，叶家就是你的战略合作伙伴。